河牌是一张我记得应该是无关紧要的小牌啊，反正就是一个7以下的牌，就是 KK77，然后一张小牌，然后它河牌有 check， 啊，这个时候我当然 check 就可以赢，对，我就 check， 就他这样开一个，就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拍比赛的整体实录啊，希望不要太快出局。我们今天要打的呢是下午1点的$1500买入的猎人赛啊，现在是1点05分，我们现在就去报名，走。我们现在呢是这个1500猎人赛的第一个休息啊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6个级别，就是前面2个小时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这是一个20分钟的快速身盲的比赛啊，然后我从一开始呢就是一个10人桌，然后就一直输，而且没有牌，其实也没有输什么。然后就是翻牌前扣，然后 check fold， 或者是我翻牌前加注，被很多玩家跟住，然后翻牌对我不是很有利，我就 check fold， 然后就是输一点点，输一点点，从这个25000的起始筹码掉到剩下15000左右，然后来了一手，我觉得我下注尺寸蛮有意思啊，就是前面的位置加注，然后我在大盲呢大约有15300-600的盲注，我有25个大盲，然后跟住了一个 QJ 不同花，然后 QJ 不同花在翻牌呢是 K78 check check turn 9。我有一个卡顺，然后还是一个 check， 河牌掉10哦，变成是 nuts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底池有3700，我大概有13000-14000左右。我如果下注的话，我认为它的 J 可能只会用跟的，但我认为如果我 all in 的话呢，它的 J 一定会跟，然后会支付我全部的筹码，因为我是 QJ 嘛，更大的顺子，所以我就选择直接 all in， 然后它没有跟住，那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赢了一个小底池。然后下一手牌呢，又拿了 KK， 又是同样的玩家加注，有人跟住，然后我 KK 在3次下注之后呢，全部都盖牌。这2手牌呢，让我增加了大约是7000的筹码量，让我从15000打到22000多。猜桌前我赢了一个底池，有点忘了，反正我打到32000多猜桌。猜桌哦，猜到哪一桌？猜跟植威同桌，然后还有一个中国玩家，然后还有一个反正认识的，那桌好像有3-4个认识。然后猜桌，我筹码都还没放下来哦，筹码都在盒子里面哦。第一把牌看到前卫 AK 不同花，然后加做了1300，啊，有人跟住。然后 CO 位的玩家呢，他大约有29000多，他加注到6500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筹码比较多嘛，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我领先他的范围，第二个就是我又 cover 他，我可以赢到这个 bounty。那当然我是 AK 嘛 ，AK 很大嘛，50个大盲，所以我就直接 all in。然后他跟住，他是 QQ， 我是 AK， 然后翻牌就中了一张 K 啊，然后成功的拿到我们第一个猎人牌，所以我现在的筹码大约有65000多，65000多，我觉得算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升盲会非常的快，等一下是400-800，所以大部分刚进来的玩家呢，只会剩下30个大盲左右。然后这又是猎人赛，所以会看到非常多翻牌前 all in 跟住的疯狂情况啊！希望等一下我们可以赢到更多的猎人牌。那我们现在是第2个休息，跟大家分享第2个休息之前呢，我们这6个级别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啊？这是第一手回来的盲注呢，是400-800。我在 CO 位大约有6万多的筹码，我选择了加注啊，我拿了 AK 同花，然后大盲位跟注。大盲位的筹码量呢，大家比起始筹码少一点啊，大约24000，然后他跟注。好，翻牌是 KJ4 不同花，我中了一个顶对顶踢脚，然后呢底池4800，我选择了下注2400，对手跟注。转牌呢又来一张 K。然后呢，他 check， 这个时候呢底池有9600，我选择下注了6000，然后他跟住，然后河牌来一张4，那我觉得河牌这张4其实很差，我所谓很差的意思是，如果说他有 K 的话，那现在就分钱，那原本我的 K 是踢脚是 A 嘛，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又 check， 啊，这个时候其实他剩下大约15000左右，底池大约是21600。
那我当然就是 all in 啊，我就想一下，再演一下，好像我这边是什么 Q10要不要炸胡啊，或者是 A10要不要炸胡啊之类的。然后我想一下呢，我就 all in。那当他在想，我就知道他没有 K 了嘛，因为他有 K 的话，就变成是 K 就是 full house 嘛，就踢脚用不到。所以他在想，我就讲说，哦，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啦，就是什么 QJ 啊、10J 这种，就是甚至是 AJ， 我觉得都有可能，就是一个中队。然后他想，他想了之后呢，他可能看我一脸炸胡样，我不知道，然后他就跟住我，当然知道我就好了嘛，因为他绝对没有 K 嘛，然后他就弃牌。其实理论上我是可以要他开牌啦，但是因为 all in 本来就是要开牌，但我觉得他就已经输了，你还要看他的牌，我是觉得比较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不要赢牌要赢话，我想说啊算了，那我已经赢他的帮体了，我就猜啊就是只有 J 了嘛，要不然他会有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就出局，所以我就赢到我的第2个帮体。然后后面有一些我觉得蛮好笑的手牌啊，就跟大家讲一下。反正这边的玩家呢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多诡异啊。10人桌，我在 UTG 加1，我拿99 raise 2200，这时候是500 1000 raise 2200。他大盲他筹码量其实非常的少，他只有11000左右，他选择了跟注。好，这个时候呢翻牌是 KK7不同花，那我的99对上他的这个筹码量，其实他如果翻牌我下注他 all in， 其实我会跟。然后呢，我当然就持续下注，底池5900，我下注了1500，然后他很快了，他就 raise 到4200，他 raise 到4200，后面剩5200。那我就看不大懂了，然后我就当然就是99就是简单跟注嘛，我就扣。转牌来一张7，我觉得蛮糟的，因为他其实是有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他中了一个对子，他就 check raise， 这是有可能。然后7也在他的范围之内，他选择了 check， 所以是 KK77， 然后他 check。这个时候我的99其实我觉得下注就没有太大意义，我觉得我可以 check。如果他合牌 all in 的话，我就会抓他炸胡；如果他要炸胡的话。合牌是一张，我记得应该是无关紧要的小牌啊，反正就是一个7以下的牌，就是 KK77，然后一张小牌，然后他合牌又 check， 这个时候我当然 check 就可以赢，对，我就 check， 就他这样开一个 Q6不同花，就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我就赢下来一个底池啊，就跟大家讲一下这里的玩家有多可爱啊，对，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跟大家讲一下我做的一些调整好了，其实在这个猎人赛呢，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修正，必须要特别的专心，因为大家会根据桌上的短筹码在哪里，然后去改变它的加注范围。就好像说大盲位假设是一个短筹码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加注的玩家的范围会很宽哦，因为他就是希望可以赢到他的猎人牌嘛。所以我知道大盲位筹码是少，我在小盲位，然后这时候 hijack 玩家加注，我就选择拿了一个 A5不同花，做了一个3次下注，因为它的范围都太宽，所以我会有很高的弃牌率。然后呢，他就弃牌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整。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也知道对手会这样攻击的时候呢，刚刚那个职位在大盲，然后他筹码其实蛮少，我在中前位加注了一个 A10同花，然后 button 是一个筹码蛮多的，他跟我一样都有10万，1000、2000嘛，我开4000，然后他3注下注到14000，然后这时候我想一下，我拿 A10同花，我选择了4次下注到33000。然后他就很快弃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样的。当我知道我的范围比较宽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会特别的根据我的范围来攻击我。当然觉得 A10同花当然是可以一个跟注的范围，但我觉得我会拿这些底端的范围，因为 A9同花我应该会弃牌。那我认为这个底端的范围是一个可以拿来混合的4次下注的策略，让我是不会说我今天4次下注好像永远都是 AKK 没有嘛，因为我就是A10同花，所以他弃牌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赢下一个蛮大的底池。然后刚刚又遇到了我们台湾的玉哥，然后他短筹码，然后被我拿了一个 A 猜给清掉，所以我们现在总共赢了3个猎人牌，然后3个猎人牌就1500了嘛，基本上这场比赛就等于是不亏了，因为这场报名费是1500美金。所以我觉得猎人赛、快速赛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然后如果撑到下一个级别的话，下一个休息很有可能就已经要前圈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还有3分钟，我们可能就要准备回去，然后继续我们的比赛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是什么状况？这是我在9人桌的 UTG， 我拿到 QQ。我有159000，这个时候盲注是2500，加注到1万，中间的位置有人跟注，后卫的玩家 all in 79000，我选择了跟注，他就在想，然后想了一下之后，他 all in， 那当然我就跟了嘛。然后我是 QQ 短筹码 all in 79000的那个呢，他是